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你是不是在疫情之下，因为失业找不到新工作，或者收入减少，感到迷茫了？你有没有想过要出来创业，但不知道怎么走出第一步呢？你是不是曾经认为没有钱就不能创业呢？特别是在疫情之下，很多实业都无法做了，还能创业吗？如果你有以上的这些问题，这部影片就是专门给你拍的。今天我将会分享5招，希望能帮大家理清思路，搞清楚自己的核心优势，一步步的去分析自己的创业方向。我还会毫无保留的分享我当初是怎么创业的，让你去配合自身的实际情况，去搞清楚自己怎么可以创业成功，并且赚到钱。当你想清楚自己能靠什么赚钱之后，你的身价至少提高10倍。所以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把我这部影片看到最后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纸和笔出来记一下。好了，第一步要问自己可以与谁合作，可以借谁的力。当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就是我身无分文、白手起家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，如果想要创业成功，就必须要靠比我厉害的人，我才能走得更远。一家公司最强的就是老板，但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有多强，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去用比他们厉害、比他们强的人，让这些人去为自己卖命。所以我分享的第一招就是让你去想一下，你们可以用哪些人可以帮助你们成功。比如朋友、同学、公司的同事、家人、亲戚，甚至客户都可以。你要想一下自己身边哪些人比自己牛，你就去找这些人去跟你合作，跟他们一起建立团队。当我在大学打工的时候，有一个同事，他比我大10年，然后他认识很多有钱的朋友，我知道这些人都可以是我当时将要实行项目的潜在客户，所以我就找他一起合伙了。你明白了吗？本来我不一定能做成这个项目的，但我就是借了别人的人脉，把他的资源变成了我的资源，然后大家一起赚钱了。我建议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些开国皇帝的生平，比如刘邦、朱元璋等等，他们就是借力的高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漏掉任何赚钱的资讯了。好了，最重要的第2点，给这部影片点赞。我开一下玩笑，但如果你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话，容许我跟你解释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分享我认为最关键能帮助我成功创业、投资、理财的一些道语术。如果你对这些都有兴趣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。如果你听完以后有所领悟，就记得一定要给我点赞。那么第2步，问自己可以发展什么样的业务，自己要做什么。那要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呢？你首先要去想自己的核心资源是什么，你做过什么，拥有什么。比如你做了5年的网站程序员，OK， 你会编程，会做网站，这是你的优势。比如你在学校里是情圣，谈过无数的恋爱，一毕业就有无数个美女愿意跟你浪迹天涯， OK， 你也可以去教人家如何谈恋爱。对于我们每个创业者来说，我们的核心资源就是自己，包括自己的兴趣、技能、个性，以及我们所掌握的资源，比如我们银行里的存款、我们的房子。如果你家里有钱，你爸爸给了你1000万 ，OK， 这也是你的资源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团队，那么也可以算是你的资源。当你知道自己的底牌以后，你知道你有什么以后，你就可以去思考自己想要做什么。比如是要做互联网营销呢，是要做产品代理了，还是开个广告设计公司，还是自己去炒菜卖菜？这完全取决于你会什么，你的志向是什么，还有你的兴趣点在什么地方。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喜欢衣服潮流，我就开了个网店。后来我发现我做网店的知识可以运用到批发、电商上面，我就去做贸易、电商的生意了。我赚到钱之后，我就去学投资，找一些投资专家去教我。当我学会了用钱生钱以后，我就结合了自己的经验去教别人投资了。这就是我的经验。你要去想能提供一个什么价值去帮助你的客户，到底是服务还是产品呢？这取决于你的核心资源和你做过什么，会什么。
第三，问自己怎么宣传自己的生意，怎么把服务提供给用户。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先思考你打算跟客户保持什么样的关系，你打算以什么样的形式，怎么和客户沟通交流。先说以前传统行业基本上都是1对1的，也就是说很多人对创业的迷思，认为创业就是开个店，等顾客主动来找你，有钱之后就多请几个人做地面推广，多开几家分店，然后在报纸去做广告宣传自己。没错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但是在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，我们都是把生意与网络挂钩的，因为我们透过互联网营销可以1对多，这样就不会受到地域、文化或者疫情等等的局限了。如果是卖产品的话，也是一样的概念，在网上引流，然后通过快递把包裹送上门，这样你就省了租金。很多商家还会把运费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。在疫情期间，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赚得更多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，其实人人都可以零成本创业，就看你敢不敢，有没有跟随我频道的创业思维去走了。第四，问自己客群的定位，你的消费客群是些什么人呢？当我们选择了宣传方式之后，就要去找我们的潜在客户。你要去想你的产品适合什么人呢？如何才能让更多人使用于你的产品呢？然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客户群是有钱人还是普通大众呢？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我上一部影片所说的，有钱人都是喜欢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普通人是喜欢物质层面的东西，这会影响到产品的定价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下，这里就不重复了。另外还有一种分类，如果你的客群是普通大众，那么再细分的话，还有愿意消费跟不愿意消费的客群，比如年轻人、大学生、写字楼里的白领，18到30岁左右的，都是消费压力比较低的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没有成家，经济压力比较低，所以他们愿意去花钱去买快乐，去买知识，去买希望的。那自然老年人、家庭妇女等等，他们的消费压力就比较大，他们可能没有收入，他们消费可能都只会花在刀刃上，比如说是日常用品、必需品等等，这也是你们创业的时候要去注意、要去关注的。最后第五，就是问自己风险与回报的接受程度。先考虑风险，你要付出什么？你的成本包括什么？成本多少以内你能接受？超过了多少你就没有把握能融到资金。创业跟投资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在进场之前计算好风险。从创业的角度看，就是你的成本，你要把金钱价值、时间价值都算进去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是半年、1年都不出单的，你能忍受吗？所以你一定必须无论如何都要清楚你到底愿意亏多少，亏了就亏了，亏钱就代表你的项目是有问题的，那么你就必须要先离场，去思考一下问题在哪里，再考虑要不要重新投入资本。那么回报就是收入，你要去想你做完这一切能得到什么，做一单能赚多少，你要出多少单才能回本。我们做每个生意之前要去算好，到底这个生意、这个交易划不划算。一开始可以赚少一点，就算亏钱或者没有收入，但为了建立品牌、建立口碑是可以的。但长期下来，你一定要把回报提高，不管你是提高价格还是缩减成本，都一定要把利润搞上来。你要明白，如果你出来创业的收入还比打工的收入低的话，那你还不如打工。我自己呢，都会选择零成本的项目去做，空手套白狼。因为我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本来资源就不多，而且零成本的项目就代表了所得的利润都是暴利。你听懂了吗？有些人投入了100万，他们扣除了成本之后赚了50万，所以他们只能有50%的利润。而我没有成本的去创业，所以我的利润都是以倍数去算的。当然，零成本项目更需要创业者花时间、花心思的。这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给我留言，我在以后的影片再去分享更多。所以
如果最后算到收入与风险的回报不划算，那么前面4个步骤都没有意义了。好了，大家根据我这5条规则，一条一条的去套自己，就能把自己创业的方向分析得一清二楚了。你一定要记着，不是要你有所顾虑，但你进场之前必须要确保自己把以上5条规则都思考清楚。记得不能冲动，不要因为觉得当老板很爽就去创业。如果你是这样，你只会提高创业失败率的数据而已。如果你还有疑惑的话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本人会尽量把它们看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给我点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跟分享，让我有更大的动力去为你们制作富人思维的影片。好了，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助大家在疫情之下创业成功，提高收入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